2026年刚过半，内娱男演员赛道就已经卷到发烫，而肖战无疑是这段时间最难绕开的名字。电影这边，德贤景致一路从低排片杀出重围，不仅票房完成漂亮反击，还在微博电影之夜拿下年度口碑影片荣誉。电视剧那边，10日中烟剧组高强度推进，肖战日均10几个小时扎在片场，几乎把连轴转3个字写进了工作状态里。奖项、票房、口碑、新剧、商务齐头并进，这样的上半年成绩单放在90后男演员里，确实很难不被拿出来反复讨论。最近要说谁的事业线最稳、热度最猛、作品最有存在感，肖战肯定榜上有名。34岁的他不再只是靠话题维持声量，而是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多个奖项和持续上升的商业价值，把自己的演员路径走得越来越清楚。今天就来好好聊聊，为什么说肖战的2026年上半年像是开启了双线爆发模式。先看刚刚结束不久的2026微博电影之夜。6月14日，微博电影之夜落下帷幕。整场活动里最受关注的影片之一，就是由孔笙执导、蓝小龙编剧、肖战主演的《德贤景致》。这部聚焦抗战时期普通小人物命运的电影，在盛典上拿下年度口碑影片荣誉。和他一同入选的还有《捕风追影》、《长安的荔枝》、给阿嬷的情书、我许可等作品。能够在一批质量不低的影片中拿到这项肯定，本身就说明《德贤景致》不是单纯靠热度刷存在感，而是实打实被看见了。孔笙导演上台领奖时发言也很轻松，他笑着说：“电影颁奖很好玩，希望下次还能再来。”表面上是一句玩笑话，背后其实也能看出主创团队对这部作品的开心和踏实。正午阳光与蓝小龙多年后再次合作，又有孔笙长进，推出这样一部院线长片，刚亮相就得到行业层面的认可，这对整个团队来说确实是一次漂亮的开局。如果说年度口碑影片是业内对作品质量的盖章，那么线上推荐榜单则把观众的态度摆得更加直观。这一次，德贤景致和肖战在微博电影之夜线上赛道表现非常亮眼。年度喜爱影片榜单里，德贤景致拿下第一，累计推荐值达到3453.7万次。年度瞩目男影人榜单中，肖战以3180.8万次推荐值登顶。年度银幕搭档榜单里，电影中的莫德贤和夏承组合也拿下第一，推荐值达到2663.1万次。3项成绩合在一起，总推荐值接近9300万。更值得一提的是，肖战也因此成为微博电影之夜举办以来首位在3大线上推荐赛道中推荐值全部突破1000万的男演员。这个记录不是一句热度高就能概括的，它背后代表的是作品关注度、角色讨论度和演员大众号召力的叠加。很多影迷看到榜单之后都调侃，莫德贤这个名字真是没取错，戏里没得闲，戏外也没得闲，一路从票房打到口碑，再从口碑打到奖项，忙得相当有成绩。当然，真正让德贤景致能够站稳的，并不只是榜单数据。很多人好奇，一部抗战题材电影为什么能同时打动评委和普通观众？关键就在于它没有走传统战争片最常见的宏大叙事，也没有把故事拍成高大全的英雄传奇。他把视角放低了，放到了战火之下那些普通百姓身上。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南京沦陷之后，很多逃难的人一路躲避战乱，来到一座偏远小镇。他们原本只是想喘口气，想活下来，想保护家人，想在乱世里找到一丝安稳。可命运没有给他们太多选择，误入小镇的日军打破了短暂的平静。那些没有武器、没有背景、没有退路的底层百姓，被一步步逼到绝境。人在极度恐惧中会退缩，会犹豫，会想逃。可当身边的人不断受到伤害，他们最终还是被迫站起来，开始反抗。这正是德贤景致最打动人的地方，他没有把普通人一开始就拍成无所畏惧的英雄，也没有把战争拍成单纯的热血爽片，他承认恐惧，也理解胆怯。他让观众看到小人物也会怕，也会慌，也会想保命。但真正的勇气往往不是天生不怕，而是在怕到发抖的时候，仍然选择往前走一步。影片还加入了黑色幽默的处理方式，没有一味堆叠惨烈镜头，也没有用过度煽情来逼观众流泪。他用日常生活里的烟火气、小人物之间的对话和荒诞感去冲淡战争题材本身的沉重。
也正因为如此，观众看完之后不是单纯觉得压抑，而是会被那种又苦又疼又真实又倔强的生命力击中。比起圣殿上的风光，德贤景致在院线里的逆袭过程，其实更像一部现实版爽文。这部电影制作成本并不算高，只有4000万左右，放在如今动不动上亿投资的院线大片里，它的体量并不突出。可最后上映结束后，累计票房突破4.12亿元，投入产出比非常亮眼。这样的小成本电影能走到这个成绩，靠的绝不是单纯堆宣发，而是口碑一步步带起来的。刚上映时，德贤景致的处境并不轻松，同档期里有《疯狂动物城2》和《阿凡达3》这样的全球级别大片，影院排片自然会向这些超级 IP 倾斜。德贤景致首周排片占比只有 1.8百分号左右，很多场次都被安排在早场或深夜这种冷门时间段。换句话说，它一开始几乎没有太多曝光空间，想让观众注意到并不容易。可是好作品只要被第一批观众看到，就有可能靠口碑一点点翻盘。德贤景致上映后，连续7天保持同档期上座率第一。更夸张的是，在整个放映周期里，它完成了15次单日票房逆跌。所谓逆跌，就是越往后单日票房反而越高。这说明观众不是看完就散，而是在主动推荐身边人去看，有人2刷，有人3刷，也有人在社交平台上自发安利。后来猫眼娱乐发布年度业绩财报时，也特别提到了德贤景致，它与《疯狂动物城2》《阿凡达3》并列贺岁档票房前3，成为财报里重点提及的国产黑马影片。能够在2部世界级大片夹击下站稳位置，说明这部电影的市场表现不是虚火，也不是粉丝内部自嗨，而是真正突破了圈层。口碑层面，德贤景致同样稳得住。B 站电影榜单长期保持 9.5 到 9.6 之间的高分，观众反馈非常扎实。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也给出了86分的评价，在同期上映影片里排名靠前。不仅国内观众认可，这部电影还入选了2026俄罗斯中国电影节海外展映片目，把中国小人物抗战故事带到了海外观众面前。从低排片小成本到票房破4亿，再到国内外口碑双收，最后又在微博电影之夜拿下荣誉，德贤景致这条成长曲线可以说完整打破了很多人过去对流量演员不能扛正剧电影的偏见。而肖战作为影片主演，他在其中的付出和表现也确实没法被忽略。为了贴近莫德贤这个角色，肖战这次几乎是从外形到状态都做了很大调整。莫德贤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人物，他是战乱中求生的普通钳工，是逃难队伍里一个想保护家人、想活下去的底层百姓。为了让自己更像这个人，肖战专门减重15斤，让身形看起来更清瘦，更符合长期奔波、吃不饱饭的难民状态。他还主动剃了寸头，放下以往精致清爽的造型感。拍摄期间，他长时间在户外暴晒，让肤色变得更粗粝，脸上的妆效也刻意保留了憔悴、疲惫和沧桑感。更难得的是，他还从零开始练南京方言，全片原声出演，尽量让角色的口音和生活背景保持一致。观众在看电影时很难再把他和演员本人直接联系起来，更多看到的是那个在战火中被命运推着走的莫德贤。表演上，很多观众用生理性演技来形容肖战这次的呈现，这个说法其实挺准确，因为他不是靠大喊大叫、用力哭嚎去表达情绪，而是通过身体本能反应，把普通人面对死亡和战争时的恐惧演出来。比如日军闯进小镇时，莫德贤的脸部肌肉会不自觉发颤，眼神会下意识躲闪；看到血腥场面时，他控制不住的干呕。面对危险，他不是立刻变成英雄，而是会慌、会怕、会本能的想退。这些细节并不夸张，却特别真实。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被剧本强行安排成长的人，而是一个普通人在乱世中被逼到墙角，最后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过程。有影评人看完后评价，肖战演的不是纸面上的角色，而像是真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普通人。这样的评价对一个演员来说，其实比单纯夸帅或者哭得好更有分量。微博电影之夜后台采访中，孔笙导演也公开夸赞了肖战。他说，肖战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大男孩，对拍戏这份工作特别认真，整个拍摄过程中从来没有因为他的状态和准备问题耽误过剧组。这样的话从孔笙口中说出来，含金量不低。
毕竟孔生一直是业内出了名的细节控，对演员的要求也很高，能被他评价为认真、靠谱，不给剧组添麻烦，说明肖战在专业度上确实得到了导演认可。而德贤景致只是肖战2026年上半年成绩的一部分。电影领域，他凭借莫德贤这个角色，在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又在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中拿下最佳男主角。电视剧领域，他凭借《藏海传》获得 SMG 电视剧品质盛典年度卓越品质之星，也就是观众常说的视帝荣誉。随后又凭《藏海传》成功入围第31届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电影奖项、电视剧奖项主流提名同步到手，这样的成绩对于90后男演员来说并不常见。肖战也因此被不少网友称为90后演员里少有的影视双线都能打的代表人物。他正在一步步摆脱过去单一的流量标签，用作品和角色让外界重新认识他。很多网友整理他的上半年成绩时都感慨，别的演员一年能有一个重磅奖项就已经足够热闹，肖战半年之内电影、电视剧2条线都有收获，而且支撑这些成绩的不是空泛营销，而是德贤景致和藏海传2部实实在在的作品。这边电影的票房和奖项热度还没有完全过去，那边十日中烟的拍摄动态又让粉丝和观众把目光转了过去。据近期圈内消息，肖战主演的无限流悬疑大剧《十日中烟》拍摄进度比较顺利，剧组采用3季连拍模式，预计杀青时间大概在7月初左右。虽然具体时间还要等官方确认，但从目前各种信息来看，这部剧已经进入后期冲刺阶段。十日中烟本身配置不低，项目总投资超过2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预算投向特效制作。流浪地球特效团队参与打造，剧组还搭建了大规模虚拟影棚，用来还原原著中诡异压迫感十足的轮回副本世界。原著本身就是高人气无限流 IP， 评分和讨论度都很高。故事围绕男主旗下和同伴们陷入10日轮回展开，他们要不断破解12生肖相关的致命关卡，在一次次生死博弈里寻找破局方法。这类题材对节奏、逻辑和视听效果要求很高，它不是简单的甜宠剧，也不是靠男女主感情线推动的常规故事，而是更强调规则、悬念、群像和智力对抗。对喜欢悬疑、无限流、规则怪谈的观众来说，十日中烟本来就有很强吸引力。肖战在剧中饰演旗下是绝对核心男主，72集3季连拍，戏份占比可想而知。网传剧组日常工作强度非常高，肖战每天在组内拍摄时间稳定超过12小时，早起妆造，白天实景和棚内拍摄来回切换，收工之后还要和导演、编剧复盘当天拍摄内容，讨论第2天的细节。这样的工作节奏不是简单说一句辛苦就能概括的。不少路人偶遇剧组时也曾提到，肖战经常凌晨出工，深夜才离开片场。休息间隙，他也很少完全放空，而是拿着剧本反复看台词，调整人物状态。对待旗下这个新角色，他依旧保持着拍德贤景致时那种认真态度，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有了热度和奖项就降低对角色的要求。这也是肖战近几年让很多路人改观的地方。他不是只在红毯和活动上保持曝光，而是把大量时间花在剧组里，一个角色接一个角色的磨，一部作品接一部作品地拍。热度可以让一个人被看见，但能不能长久留下来，最后还是要看作品厚度和专业态度。与此同时，肖战的商务版图也在稳步前进。近期他官宣了超能全新代言，青岛啤酒等长期合作品牌也陆续完成续约。新代言和老合作同时在线，说明他的商业价值并没有随着进组拍戏而降温，反而因为影视成绩稳定上升，让品牌合作更有底气。比较难得的是，肖战的商务路线并没有和演员口碑形成冲突。他合作的很多品牌都偏国民化、生活化，受众广，曝光稳定。品牌看重他的影响力，他也用作品和公众形象反过来提升合作信任感。这种影视实际和商务价值互相支撑的状态，在内娱并不多见。对于网传10日中烟7月初杀青的消息，肖战粉丝倒是表现得很清醒。很多粉丝都强调不信小道消息，不随意扩散未经证实的片场内容，一切以剧组官方官宣为准。
大家不提前炒作，不乱传路透，而是把期待放在最终成片上。这种理性态度也让外界对肖战粉圈的评价更稳定。现在时日中烟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顶级特效团队、高人气 IP、无限流题材和肖战主演这几个元素叠加在一起，自然会让观众期待值不断上升。很多悬疑剧观众已经提前把这部剧列入待看清单，就等后续预告、杀青物料和定档消息。如果把肖战2026年上半年的工作轨迹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他的事业规划其实很清晰。电影方面，他没有只选择轻松讨喜的商业类型，而是接下德贤景致这样有厚重历史背景的小人物抗战题材。这个选择本身就有风险，因为严肃题材不容易演，战争片也很考验观众接受度。但肖战愿意为了角色减重、晒黑练方言、改变形象，最后用票房、口碑和奖项证明这条路走对了。电视剧方面，他先凭《藏海船》拿到视帝荣誉和白玉兰提名，随后又进入时日中烟剧组挑战无限流悬疑题材。这个跨度也很明显，他没有一直停留在古装舒适区，也没有反复复制同一种角色，而是继续拓宽戏路。旗下这个人物和莫德贤、藏海都不一样，对演员的逻辑感、情绪层次和节奏把控都有新要求。商务方面，他保持稳定，但不过度透支，合作品牌有国民度，也有长期性，不是一味追逐短期噱头。影视作品给他带来口碑，商业合作又让他维持大众曝光，两条线形成了相对健康的循环。拍德贤景致时，肖战愿意为莫德贤吃苦；拍时日中烟时，他又把自己长时间放在高强度工作里。领奖时，他对主创和观众保持感谢；面对导演和前辈，他也始终保持礼貌和谦逊。走红多年还能保持这种工作状态并不容易。内娱从来不缺短时间爆红的人，也不缺话题度很高的明星，但真正能把热度转化成作品，把作品变成口碑，再把口碑沉淀成职业生命力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肖战如今能站在第一梯队，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从未被质疑，而是因为他一直在用新作品回应质疑。当然，围绕肖战高强度拍戏和连续拿奖，网上也有不同声音。一部分网友更多是心疼和认可。有人说他上半年刚跑完电影宣传和颁奖礼，转头就进组拍新剧，每天10几个小时工作，身体确实要注意。也有人认为，以前总有人说他只有流量，如今德贤景致的票房、奖项、口碑摆在这里，藏海船的成绩也在这里，很多质疑已经被作品回应了。还有观众夸孔生导演选人准确，认为肖战把莫德贤这个小人物身上的脆弱、恐惧和倔强都演出来了，希望他以后能继续多拍正剧电影。眼下2026年上半年即将收尾，肖战已经交出了一份相当完整的成绩单。电影方面，德贤景致从低排片逆袭到票房破4亿，又在微博电影之夜拿下年度口碑影片和3项线上推荐第一，肖战本人也凭莫德贤收获电影类奖项认可。电视剧方面，《藏海船》让他拿到视帝荣誉和白玉兰提名，时日中烟则进入拍摄冲刺阶段，未来还有很大想象空间。商务方面，他的代言持续上新和续约，商业价值保持稳定。对于粉丝和影迷来说，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当然是时日中烟后续的官方杀青消息、首支预告和定档信息。大家都想看看肖战饰演的旗下会不会带来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荧幕形象。与此同时，也有很多观众期待他继续深耕电影赛道，和更多优秀导演、编剧合作，带来更多像德贤景致这样既有口碑又有市场反馈的作品。内娱不缺昙花一现的流量，但缺的是能持续输出、不断拓宽边界，同时守住作品质量的演员。34岁的肖战用2026年上半年的表现证明，流量并不一定是枷锁。只要演员愿意沉下来，把角色演好，把作品拍扎实，热度反而可以成为桥梁，让更多观众看见真正值得被讨论的故事。德贤景致的成功不只是一次票房逆袭，也不只是肖战个人的高光时刻，它更像是一次提醒，观众不是不愿意看严肃题材，也不是只看大制作、大 IP， 只要故事足够真诚，人物足够动人，小人物的命运同样能走进大荧幕，走到更多人心里。而时日中烟的拍摄也让外界看到肖战并没有停在已有成绩上，他还在继续往前走，继续接触新题材，继续挑战新角色。
电影的莫德贤是乱世里被逼到绝境后鼓起勇气的普通人，电视剧里的齐夏则将是无限流世界里冷静破局、直面生死规则的核心人物，一个厚重，一个烧脑，一个扎根历史，一个走向类型创新。这两条线同时推进，也让肖战的演员版图变得更加丰富。所以回看这半年，肖战不是突然爆发，而是过去几年持续积累后的集中呈现。奖项、票房、口碑、商务、待播作品看似一起涌来，背后其实都是长期自律和不断选择的结果。接下来就看《十日终焉》能否在成片上线后接住这份期待，也看肖战会不会继续用下一个角色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你们觉得德贤景致这次从低排片到高口碑的逆袭，算不算今年国产电影里最漂亮的一场翻身仗？对于肖战在《十日终焉》里饰演的齐夏，你又最期待看到哪一面？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聊聊。